眼前突然飘过的弹幕告诉我，我的社恐室友是金圈大佬的独生女，为了一口饭天天蹲门口当旺夫时，我原以为她是个怪人，喂饭都像喂宠物，却不知她偷偷送我劳力士，还把我当救命稻草。直到她红着脸抱住我告白，我才惊觉这哪是室友，分明是只被我喂熟了的粘人猫。我是英区刘子，兼职做美食博主。晚上12点，刚发完一条糖醋排骨拌饭的视频，后台瞬间多了几十条评论。再在半夜发这些，我就找人弄你。早上不办，中午不办，一到半夜就拿个破勺子拌。心理委员，我不得劲儿，我光流口水喘不上气儿。中间隔个小壶可以送过来吗 ？IP 澳大利亚。看着大家吃不着急的跳脚的样子，我心满意足的放下手机，却对着面前一大盆糖醋排骨盖饭翻了翻。自己胃口又小，家里的冰箱也老断电，根本不敢往里放。难道就这样残忍的倒掉吗？正纠结，忽地我听见卧室传来很大的顿一声，像是有人从床上掉了下来。我才想起来，对了，我还有个室友，就是这个室友有点奇怪，他似乎有点讨厌我。半年了，从没和我说过一句话，每天都房门紧闭。偶尔有时候我出去上完课回来，看见他弓起腰抬着屁股扒拉冰箱，一听到动静，立马像只受惊的鸵鸟，逃命似的跑回房间，啪一下关上门，仿佛我是什么洪水猛兽，好慢一步我就要吃了他似的，让人又好气又好笑。看身形瘦瘦的，是个女生，法治社会肯定不存在怕我这一说，唯一的解释就是讨厌我，不想跟我打交道。但我也实在想不出到底哪惹着她了。但以后留学3年还得一起住，为了和她缓和关系，我决定把多余的食物分给她一点，就是不知道她看不看得上。怀着忐忑的心情，我端着碗走过去，轻轻敲了敲她的门，瞬间里面本来稀稀疏疏的声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异常的安静，似乎是在等我说话。我清了清嗓子，你好，打扰一下，我饭做的有点多，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愿意帮我吃点吗？话音刚落，整整1分钟，里面没有任何声音和动静。正当我有点失望，抛下一句打扰了，准备转身离开时，房门吱呀一声打开一条缝，却没有人，只有一只手伸了出来，在暗淡的灯光里修长细手，骨节分明，而门内的人依旧一句话没有，仿佛屈尊降贵，勉强接受，惹得我一肚走火，当场想大喊，我就算到了喂狗也不给你这个没礼貌的家伙，但这样我俩以后关系肯定会更僵化。于是我忍着怒意把碗重重砸在他手上，吃吧吃吧，吃死你个傲慢的家伙。给完我就转身离开，根本没注意到对面那只手明显愣了一下，而后门后传出一声小小的谢谢，几乎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花费了他很大勇气一般。虽然真的很不喜欢这个心高气傲的家伙，但自那以后我也总算是找到了解决多余食物的好去处。但我再也没亲自把碗递到他手上，直接敲敲他的门，把碗往地上一摆，说一句吃吧，那感觉就跟养了一只高冷傲慢的宠物似的。后面有几次我心情不太好，连带着看他也不顺眼，往给他的汉堡里多挤了几管芥末，然后抱着手臂静静坐在客厅，等待他冲出来和我对峙。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门内依旧没有任何声音。正当我开始怀疑他到底吃了没有，还是直接扔进了垃圾桶时，忽然听到门内疯狂翻东西的声音，而后似乎终于找到，传来咕咚咕咚猛猛灌水的动静，却始终没有冲出来骂我。看来还是个挺能忍，脾气还挺好的家伙。又一次被小组作业折磨得头昏脑胀，有气无力地推开家门，刚打开灯，却看见桌子上有一个很小的包装简单的礼盒，旁边附着一张纸条，谢谢你的饭，很漂亮的字迹，还是钢笔写的，可把我感动坏了。那感觉就像辛苦喂养的高冷小猫，终于愿意屈尊降贵的让我摸摸头一样，所有的委屈和忍让都有了回报。我拿起礼盒，本想着这么简朴的小盒子，就算放着一只亲手折的千纸鹤我也很开心。打开一看，却是一只精致的手表，似乎还是女款，戴在手上有点显小，不过要是没看错的话，这好像是劳力士吧，肯定是拼多多的。我妈也有一个，为了充面子我给她买的，天天带出去打牌，然后不经意撸起袖子，可得她装坏了。不过就算是拼多多的便宜货，也是一份心意，正好我缺块手表，带着呗。为了报答室友的礼物，当晚我做了个蛋糕，正准备给她送过去，眼前却出现弹幕，可怜的金圈大小姐被爸妈强制送出国锻炼，但因为是个社恐不敢出门吃饭，自己又不会做饭，只会天天在网上发我需要食物，一个人差点饿晕在家里。没想到室友是个老吃家，可算救了她一命，哈哈，之前还哭闹着要回国呢，现在天天掐着点蹲在门口等，爸妈亲自来接她都不走了，这不，昨天还把自己护照给撕了。今天是个蛋糕吗？可又要给她吃美了。我疑惑，金圈大小姐开什么玩笑？我妹还是乡村大小姐呢，谁家大小姐能落魄到跟我这个平民一起住打折阁楼？水龙头早上不出水，中午高兴了赏我几滴，晚上倒是有水了，结果水质比我八字还硬，磕得我哭掉头发，3天2头还断电。大夏天的冰箱里好不容易囤的食物迅速发烂发臭，隔壁还住了个印度人，天天半夜办 party， 唱阿 K 苦力猴压猴奔到凌晨5点，这哪是留学啊，这来渡劫来了吧？从小娇生惯养的金圈小姐哪能忍这些？隔壁要是掉一根针吵到她睡觉，那不得叫个黑衣保镖给夷为平地啊！似乎是看出来我的困惑，弹幕解释道，虽然真的挺让人怀疑的，但他确实是，不过人有点倒霉和窝囊吧。刚下飞机就被黑车拉来了这个小破楼，他又社恐不懂得拒绝，硬生生憋着没敢说话，到地儿就签字画押交钱往屋里一躲，先哭了个3天3夜。你说谁敢信她是个金圈大小姐？从小不仅社恐，还分离焦虑，整天躲在家里恨不得24小时黏着爸妈，爸妈上个厕所都得在门口守着，出个门都要狂打几10个电话问几点回家，给他爸妈弄没招了，直接给他找了个小伙伴，结果他又改成24小时缠着人家小伙伴，怕小伙伴离开他，他又无师自通成了讨好型人格，恨不得把自己所有东西送给人家，人家给他买一杯奶茶，他都感恩戴德受宠若惊，拉着对方的手深情道，你点的奶茶就是好喝，我都不舍得去厕所了，把小伙伴吓得以为他是拉拉连夜跑了，爸妈没办法，只能把他送到国外锻炼。听说外国人自由开放，性格开朗大气，多接触接触肯定能好，没想到这家伙根本连门都不出啊，每天在屋里抱着音响听远离家乡，不胜唏嘘，幻化成秋叶，边抹眼泪。一开始饿了还能叫个外卖吃，后来爸妈知道他根本不出门后，把他卡也给停了，逼他出去，出门1小时给打1万块钱，结果这丫头就纯硬扛啊，靠着过期面包、酸奶、番茄味的豆豆子在家里躲了1个月，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去刷美食视频，任由泪水从嘴角
角流出来。后来博主住进来，他又有了新的征战场地，直接去人家垃圾桶翻剩菜剩饭。看到这里，我才反应过来，好家伙，我说那段时间我厨房垃圾桶咋这么干净呢？本以为是同居室友好心帮我倒，没想到是被他吃了。弹幕继续道：你说这日子本来坏端端的，这回好起来了，遇到这么善良又会做饭的博主，简直是种救赎啊！可给白芷柔这丫头吃上好的，拿到那盆糖醋排骨拌饭的时候，刚吃第一口就两眼放光，直接跪下来对着食物虔诚拜3拜啊！原来他是真的喜欢我做的饭啊！我还以为屈尊降贵勉为其难接受的呢。不高兴的时候还给他汉堡里挤过芥末，罗宋汤里多加了5勺盐，手里的蛋糕用的是代可可脂和植物奶油。我干，我真该死！我小心翼翼抬脚要从门边退开，打算去重新给他做一个，弹幕却提醒我，不过博主我们知道你好心，但千万别被他缠上，给点饭吃吃得了，要不然以后可没好日子过。我没太在意，人家喜欢的是我做的饭又不是我，哪里存在什么缠不缠之说。等他终于吃腻了，肯定重新办个护照，美滋滋跟爸妈回国过好日子了。而且正好我在这边没什么朋友，有时候手痒痒，做饭瘾很大，胃口却小，现在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做，大做特做，吃不完的全给他就好了。悄咪咪准备回厨房扔掉蛋糕，经过客厅的桌子时，我才想起来他给我送的这个劳力士，不会真的是真的吧？我颤颤巍巍的重新捧起手表，小心翼翼的端详上面繁复精细的花纹和熠熠生辉的钻石，不禁暗暗感慨，这得多少个 W 啊！弹幕别看了博主，不仅是真的，还是从他自己手上扒下来的。这丫头虽然胆小，报恩可是认真的，听得我一阵心虚。啥报恩？这可不敢当啊，不过是给了口吃的而已，还把它当狗喂，我可不敢收。这一块手表让我一家4口从北京元谋人起开始打工都不一定能买得起，要是他爸妈过来接他，看到我手上戴的表以为是我偷的咋办？人金圈大小姐不懂事，我还能不懂事吗？再依依不舍，我还是小心的装了盒子给他放在门边，怕他多想，还写了张纸条，收到你的心意了，不过礼物就不用了，要是实在想要感谢我，就去某音关注我的账号小华树屋会做饭，点赞评论就好了。有时候我也会直播，如果不想出门觉得无聊，也可以在手机里看我做饭哦。还有记得加粉丝灯牌送免费的小爱心。晚上我又一口气从超市买了超多食材，虽然都是打折便宜的，但贵在新鲜。到家本打算重新给他做个蛋糕，再做个可乐鸡翅，结果刚到厨房就发现垃圾桶里的蛋糕不见了，心里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按弹幕说的，这丫头经常趁我不再来厨房垃圾桶翻东西吃，她不会把这个代可可脂植物奶油蛋糕给捡走吃了吧？虽然套了一层袋子挺干净的，但这食材对身体不好啊。我正准备重新给她做个可可脂动物奶油蛋糕呢。哎，你说这丫头咋这么馋？你说，不过好像也不能怪她，毕竟今天我回家晚，确实还没来得及做饭，肯定给她饿坏了。不行，万一给她吃拉肚子了咋整？我连忙冲到她门前敲门 ，Hello， 在吗？你是不是把蛋糕拿走吃了还没问出口？我一个急刹车住了嘴。等等，人家那么大一个金圈大小姐，肯定很好面子。我这么说不就是知道她偷吃我厨余垃圾吗？她不得愧就死。不行，得换种方式。那个，今天我院子里的砖头过生日，我打算做一桌子菜庆祝庆祝，有糖醋排骨、可乐鸡翅、松鼠桂鱼、地三鲜、番茄牛奶、锅包肉，你愿意吃吗？弹幕，这菜名报的，给我都看饿了。你说，哈哈哈哈！白芷柔本来在埋头吭哧吭哧啃蛋糕呢，一听这菜名，手里的蛋糕瞬间不香了，还愿意不愿意呢？她恨不得把头点到飞起。一看这弹幕，我才松了口气。同时门里传出一声冷淡的弹幕，这丫头脸都笑开花了，生怕多说2句就藏不住激动和不断吞咽的口水。不过一个也太冷淡没礼貌了。你说，难怪之前博主往你汉堡里挤芥末，要我直接掺水泥。好菜不怕晚，肯定多久他都等得起，也绝对不会再碰蛋糕一下。毕竟对于真正的吃货来说，吃饭可是要好好规划，权衡利弊的。要是吃饱了哪来的肚子吃那些好菜？我顿时放了心，准备去做菜，顺便开了个做饭直播。2个人的量不是很多，都是我拿手的菜，做得很快，不到2小时就摆了满满一桌子，浓油赤酱的冒着热气，可把弹幕馋疯了。天杀的，你知道我们这里几点吗？老子要把你报警抓了！博主，一模一样的饭给我做好，送到我手里，否则我的手段你也是知道的。算了，你赢了兄弟，你这次彻底胜利了，击溃我的心理防线了，我彻彻底底的破防了。在你面前，我就是一只淋了大雨的野狗，彻底的汗流浃背了，面如死灰了。啥也不说了，兄弟，我先跳了。还有的弹幕试图欺骗自己，臭的、坏的、烂的、酸的、苦的、变质的，肯定不好吃呜呜。你说这丫头哪来的福气和运气，出个国遇到这么个神仙室友？我之前咋没遇到啊？天天都是干拌面包和甜的掉牙的果酱。做完我找出一个新盆，把菜和饭一一扣进去，热气腾腾的就给他端了过去。吃吧你就，一吃一个不吱声。像往常一样，我敲了敲门，他没有回应，但我知道他肯定守在门口等我离开。本来想逗他一下，开个玩笑，故意站在门口不出声，假装已经离开，等他开门给他吓一跳，但怕真把他吓坏了，从此对我怀恨在心，到时候家大业大的，把我这个小卡拉米无声无息铲除也是绰绰有余。收拾好后，我准备和粉丝打个招呼就下播，然后剪辑视频。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场直播我足足拿到了2万块钱，都是同一个人刷的礼物，头像是一只小猫 ，ID 北欧流浪猫，黑我还非洲流浪狗呢我还。弹幕，乖乖，白芷柔这刷了多少礼物啊？把他爸妈刚给他打的用来买过冬衣物的钱1分不留全砸进去了。马上下雪了，姐妹你那薄的跟蝉翼一样的被子能挺得住吗？房间窗户还漏风，你这个月暖气费也不打算交了吗？不过这也太大方了吧，求求也让我在冬天遇到一个这样心软又慷慨的神吧。看着这么多钱，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你说这败家孩子，你说直接打给我多好，直播刷礼物平台还得抽一半啊，心疼死我了，生怕他下次再给我刷礼物，我直接把他拉黑了。忽地门内传来顿的一声，熟悉的人从床上掉下来的声音。弹幕，哈哈哈，博主给他拉黑了，急得白芷柔连下饭视频都没了。现在抓耳挠腮，不知道哪里惹博主生气了呢？估计以他的脑回路也是觉得给博主刷礼物刷少了吧。
哈哈，没办法，心软的我又把他取消拉黑，然后回关私信，谢谢你啊，但是下次不要刷了，钱我会退给你，留着买被子交暖气费吧。对面没说话，默默收下了钱，本以为没事了，结果过了一会儿突然发现我的账号粉丝在以一个惊人的趋势不断上涨，后台评论和私信更是爆炸，弹幕哈哈，这丫头还挺犟，今天非得把这钱花出去，给博主的每条视频都投了抖加。我却一脸无奈，这败家玩意，钱花完了，他万一冻死在屋里咋办啊？没办法，我自己掏钱给他买了几床厚被子放在门口，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时，我看到那道紧闭的房门悄悄打开一条缝，一只手极尽偷感的伸出来，这摸摸那摸摸，终于抓到被子一角，费劲巴拉的连扯带拽，终于是给弄进了门，怎么莫名感觉有点可爱呢？我轻笑一声，也许屋内太安静，我这笑声有些过于明显，那只手愣了一下，而后像是感到羞耻似的很快缩了回去，啪一声关上了门。弹幕怎么感觉他关门的速度跟以前比变慢了？不止呢，之前是咣当一声，现在轻的像是怕打扰到博主，哈哈哈，怎么感觉像是终于养熟了一只陌生的流浪猫？饭呢很快就到了，我也没有多余的心思在做直播，每天早起贪黑的写论文和复习，偶尔抽空做个视频发在账号上糊弄糊弄。突然有个教授宣布隔天进行课堂测试，期末占比80，这门课非常难，复习时间根本来不及，吓得我立马背起书包电脑就往图书馆冲，学的那叫一个天昏地暗，废寝忘食，直到上考场前我都心无旁骛。考试结束的铃声打响时，我只感觉自己要灵魂出窍了，正头晕脑胀的趴在桌子上，眼前忽然出现弹幕，终于考完了博主，我们都不敢打扰你，生怕影响了你的复习。我瞪大眼睛，一下子从桌子上坐起，天杀的这些四弹幕，我考试遇到难题抓耳挠腮的时候去哪里了？现在在这装好人。弹幕似乎是看出了我的气氛，解释道，涉及考试之类的内容我们也没办法发出来。那没事了，我又缓缓倒在桌面上，刚想闭上眼睛，弹幕又道，别睡了哥，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金圈大小姐吗？我又一个机灵猛地坐起，坏了，这2天光顾着复习了，咋把她给忘了？弹幕，她这2天过得可苦啊，饿得连过期的鲱鱼罐头都吃了，完事在厕所窜了一宿，窜完就像只可怜的小狗等主人那样，一直趴在门口等你回来，结果一直等不到，以为你不要他了，嫌给他做饭麻烦，觉得他是个累赘，哥那天天哭，后来终于开智了，想起你衣服啥的都没带走，肯定不是退宿离开，结果又以为你这么久不回来是出意外了，现在正满大街找你呢。天哪，出门你知道这对一个社恐来说需要做多久的心理建设吗？5米的路，他走了几乎2个小时，当然可能因为他拿毯子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根本看不清路，路边还有 teenagers 看他好欺负，一人一脚给他踹倒在地，他硬是一声不敢吭。天啊，人怎么能窝囊成这样？哥你快给他领回去吧，我们都看不下去了。我赶忙抓起书包往家跑，最后在离家300米的公园发现了他，此刻他披着个羊毛毯子，正趴在公园长椅上哭，肩膀一耸一耸的，头是一点没露出来，真怕他就这么哭撅过去。我忙跑过去，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那个 hello， 我是你的室友，还记得我吗？其实我有点担心，怕他认不出我，毕竟我俩都没打过照面，谁都没见过对方的脸，仅凭一个室友身份他就能信任我吗？毕竟看他之前警惕性还挺高的。结果我话音刚落，面前的女人似乎是认出了我的声音，立马停住了哭声，偏头看向我。其实她捂的确实很严实，整张脸只露出一只眼睛，却遮掩不住的漂亮，睫毛很长，挂着未落的泪珠，正如诗的颤动，看得我呼吸一滞，确认是我的那刻，白芷柔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般扑向我的腿，紧紧抱住，这场面顿时让我有点手足无措。哎，你说说这露着一只眼睛咋看路啊？但我知道这是他能鼓起的最大勇气了，让一个极度社恐1年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人出来找他生死未卜的室友，简直就是奇迹，这可把我感动坏了。随即俯下身哄道，对不起啊，我这2天复习考试把你忘了，今天一定好好补偿你，给你做顿大餐怎么样？女人顿时2眼冒光的扬起脑袋，点了点头。于是我在前面走，她在后面跟，但速度很慢，我有时候走快了，距离一拉大，她就着急的小跑起来，但因为只露了一只眼睛，还低头缩着脖子，下一秒直接咚一声撞上电线杆。我忙跑过去，在她面前蹲下，想要查看她有没有受伤。没事吧没事吧，不好意思，是我走太快了。女人没有躲开，任由我随便扒拉她头发，发现没有肿起来的地方，我才舒了一口气。白芷柔坚强地站起来准备继续走，我却有点不放心，犹豫着伸出手，要不然你抓着我的袖子吧。本以为她会拒绝，没想到她几乎是毫不犹豫地伸手攥住我的衣袖。我顿了一下，随即笑着迈开脚步回家了。走在路上，我低头看了眼被牵住的袖子，总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好像我正牵着一只胖猫，它非常信任我，并且只信任我。回家后我也没能来得及做成大餐，刚在沙发上坐了1秒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早上，身上还多了床被子，不用想都是白芷柔做的。哎呀，真是的，怎么能又让她饿了一晚上？我起身准备做饭，却看见桌上满满当当的食物，各种中餐西餐，竟然还有我最爱的烤冷面。不对，之前她把所有的钱都用来投抖加了吗？哪来的钱买的这些？弹幕适时出现，哈哈，白芷柔跟她爸妈说找到男朋友了，她爸妈一高兴直接给她打了100万，还嘱咐不要亏着人家。电话一答完，夫妻俩就抱头痛哭，这孩子社恐成这样，竟然还有男孩子喜欢她，这得是多真的爱啊！不管花多少钱都得给她留下。男朋友谁啊？我吗？那肯定不是，估计是为了骗她爸妈钱才这么说的。你说说这跟谁学坏了？我气愤的准备去敲她的门，结果手还没碰上去，门就打开了。起初只像往常一样只露出一条缝，却又犹豫了几秒，才像是终于下定了什么决心，缓慢无比的彻底打开。门内站着一个面容异常美丽的女人，个子大概1.7米，身形修长，穿着件保暖的白色条纹羽绒服，却遮掩不住微胖身材。此刻正垂着眼睫，眼神躲闪，不敢看我，非常紧张不自信的样子。不是，你长这样自卑个毛啊！我僵硬的举起手，装作很自然的打了声招呼，你好呀，心里却乐开了花。这是对我彻底放下警惕心，完全信任才愿意这样站在我面前吧？不容易啊，不容易。社恐人愿意这么做，是真的把我看作朋友了吧？弹幕太不容易了，俩人这是有做的，都快1年了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子。不过这穿的啥玩意？
玩意，跟个米其林轮胎似的。白芷柔眨了眨眼睛，终于开口：“这个给你。”同时，一张卡被塞进了我怀里。我疑惑，我愣怔的低头，才看清手里的是一张国内外通用的银行卡。弹幕炸了！天啊！我检测了一下这张卡，你猜多少钱？998678块4毛1。它可以是99万，也可以是90万，但偏偏是有零有整的998678块4毛1。这是点完外卖后全给博主了，我却皱起眉，这什么意思？觉得利用我从爸妈那得到的，觉得愧疚全给了我吗？白芷柔见我不说话，脸已经全红了，几乎是结结巴巴。给你保管，估计是怕自己乱花给花光了，给我保管吧。这可是爱人对朋友巨大的信任啊，差点给我整得泪流满面了。弹幕却磕疯了，直接把这么多钱给博主保管了，这是想让博主做她男朋友吗？这不是爱情是什么？完了，博主，他爱上你了已经，你做好被他纠缠的准备吧。看来要抓住一个女人，首先要抓住她的胃，这句话是真的。至理名言，不说了，我也回去学做菜了。我白了弹幕一眼，什么男朋友不男朋友的，你们可不懂。和一个极致爱人社恐人成为朋友有多难，不要玷污我们这么纯真的友情好吗？要相信友情的羁绊啊！从那天起，白芷柔不再每天窝在屋子里，时常出来溜达溜达，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跟在我屁股后面，我去哪他就去哪，直到我要出门去图书馆，他才在家门口硬生生停住脚步。我回头朝他笑，那晚上见。白芷柔顿了一下，那我也要去。我怀疑，真的吗？图书馆人很多的。白芷柔仍然坚定的点头，要去的，好吧。我想了想，朝他伸出手，那路上拉着我的衣袖吧。弹幕，真是一刻也舍不得老公啊！一听到老公要晚上才回来就急了，那不得7、8个小时见不到，这可比出门恐怖多了。一听说要出门见人就装傻充愣，追老公到惊得要死。我在图书馆写论文，白芷柔就缩在我身边安静的看书。我起身，她也立马起身要跟过来。我赶忙解释，我是去上厕所，她却一点也不害羞，认真的看着我。那我也要上厕所，得，还多了个厕所搭子。阳光非常好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楼下晒被子。晒完被子，白芷柔终于如临大赦的要往家走。我朝她摆摆手，那你先回去吧，我再去公园散散步。白芷柔立马停住脚步，转过身，那我也要去，好吧？可能她觉得一个人待在家里太孤单了，朋友就是要互相陪伴的嘛。弹幕却已经惊呆了，不是，谁能想到1个月前这家伙社恐到语言差点退化，结果现在跟没事人一样追着老公到处跑。何止呢，之前都不敢和人对视的，现在老公让她在超市门口帮忙看着自行车，别让人偷了。结果只要有人路过，视线哪怕不经意瞥过，她就觉得那人要偷老公的自行车，直接恶狠狠瞪过去。路人，神经病吗？那不是。终于结束 final， 到了心心念念的寒假，睡得正香呢，忽然有人敲门，以为快递到了，我睡眼惺忪的去开门，结果门刚开，一个少女迫不及待扑了上来，抱住我，哥哥，我来找你玩了。我愣住，反应了一下才想起来，这是我几乎5年没见，刚上大1的妹妹，没想到长这么高了。但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她，她出生爸妈就比较偏心，给我妹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我没哭也没闹，默默自己做自媒体，赚了钱就出国留学，生怕成为吸血包。没想到她竟然找上门来了，我皱着眉，不自在的把她从怀里扒开，你怎么找到这里的？妹妹被我扒开也不恼，笑嘻嘻的直接钻进门，开始在房间溜达起来，边溜达边惊叹，哇，这就是国外的出租屋吗？好有年代感。哇，这是那个豆豆子，我经常看到留学视频里有人吃，看着很美味的样子，早就想尝尝了。哇，这水龙头流出来的是可乐吗？这么高级。哇，隔壁还有人在开 party， 哎，好热闹，好有氛围感。我无语，我故意找茬都说不出来这种话，但我知道我妹是真的不太聪明。我上前拽住她的衣袖，逛完就走吧，我这里没什么好看的。正好我妹逛到厕所，白芷柔正洗完澡从里面出来，看到我妹时愣了一下，我妹仍然在惊叹，哇，这是外国人吗？长得好像中国人。我沉默了，和白芷柔对上视线，我正想解释，女人却平静的扭头回了卧室，就一声关上了门。哦对，差点忘了她社恐见不得人了。我妹却已经把自己当主人了，直接高调宣布，哥哥，我要在这里住几天。我直接冷下脸要轰她出门，她却抱着沙发不撒手。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瞒着爸妈出来的，买的回国机票是5天后，除此之外身上1分钱也没了。哥哥，你要赶我出去的话，我就没地儿去了。见我还是不松口，她直接往地上一躺，到处打滚，哇啊呜呜，我好可怜，我是最可怜的小孩，呜呜，我实在没招了。我踹了她一脚，起来吧，别装了。我妹又立马笑嘻嘻的从地上爬起来。我和室友吹嘘哥哥是美食博主，很会做菜呢，我可以尝尝吗？哥哥，我可以帮你打下手。餐桌上，本以为白芷柔会躲在房间里不出来，我找碗另外盛了菜想给她送过去，没想到刚从厨房出来，就见白芷柔已经面无表情的坐在餐桌旁了。我妹正跟她讲话，你是哥哥的室友吗？长得还挺好看的，但没我好看。我哥哥手艺好吧？他之前经常给我做饭吃的。弹幕，哇，简直是一直在挑衅，哈哈。白芷柔以为这是博主年下前女友呢，一直亲昵的喊哥哥哥哥的，生怕老公被抢走，连社恐都顾不上了，坐在餐桌上宣示主权。没想到被3言2语彻底击败啊！原来是误会了。我走过去想解释，却被我妹一把搂住胳膊，哥哥坐在我旁边，那给你盛好的饭。只听吱呀一声，白芷柔从椅子上起身，一言不发回了卧室。弹幕，哈哈，再不回卧室眼泪就要掉下来了。看着妹妹和哥哥这么亲密的样子，心里都要嫉妒死了，但还要在老公面前装大度。啊，哭了吗？我忙让妹妹先自己吃，然后走到白芷柔卧室门口敲了敲门，没想到门根本没关。我犹豫着走了进去，却见床上鼓着一个大包，我掀开被子把头探过去，真哭了。女人背过身不理我，我忍住笑刚想解释，没想到白芷柔忽然起身抱住我。我现在已经接手爸妈公司业务，学着外出和人接触，不再是个社恐的废物了。你能不能不要和他复合，和我在一起？我真的很喜欢你。呜呜。后面那句话声音越说越小，越来越没有底气，还带上了哭腔，却让我心脏像是漏了一拍，几乎是毫不犹豫，我伸手回抱住他。好啊，这还想
想啥呢？这么漂亮，身材这么好，又这么大方的女人，打着灯笼都难找，还吃了我那么多饭，那不能便宜了别人对吧？没想到我妹第二天早上就悄无声息的走了，还留下了一张卡，里面有30万，附着一张纸条：哥哥，你做的饭果然好吃，下次还可以来吃的吧？我知道哥哥你在国外过得不好，这些钱你可劲花，我爸妈说给我了，让我自行处理，他们不会说什么的。对了，你那个室友人长得挺漂亮的，应该是你的菜，好像还暗恋你，我给你助攻了一下下，不要太感谢我，下次见一定要幸福哦，哥哥。全文完。